北市万华区健康服务中心将2楼老旧办公室重新改造为优活万华健康社区，规划有服务柜台区、银发资源区、多功能教室、健康评估检测区、健康咨询服务区、健康厨房及健康文化走廊等7大空间。服务柜台区提供健康便利站血压量测，健康评估检测区提供民众上肢、下肢肌力、心肺功能等体适能检测服务，为市民提供具体健康检测数据，并自动上传至云端系统，建立社区民众健康自主管理之观念。银发资源区借由 ULife 银发资源服务系统，让民众方便查询各项银发资源及服务，而体感互动复健系统则让长者跟着荧幕影像互动引导，就可轻松执行认知、运动、协调、平衡等动作。借由各式科技云端的创意服务，来提升民众自主性参与健康促进活动，落实健康生活形态的自我管理，以达到活跃老化的目的。在整个设计制度的在服务面向上来讲，我们这个部分是以智慧服务为主。那智慧服务的为主的面向是在建筑在健康的基础之下，所以因此我们面对现有的空污还有环境的污染，我们在这一次的智慧服务方案里边，我们结合了智慧云端的一些环境侦测系统，那借由我们的这些环境的及时侦测，然后回到我们的伺服器里边直接发送讯息给我们的同仁，以及我们的有手机端或是 PC 端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守护员们，来为大家守护整栋建筑物的健康。我们目前的这套智慧的环境侦测系统是已经开始跟我们的云端系统已经直接连接。那除了现场我们收集到目前的实际的空气的数据之外，我们也直接传到我们的伺服器通知这栋大楼的所有的人员啊，尤其是在我们的管理者以及我们的长者们，如果到我们2楼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的荧幕，也会显示这里面的资讯。当然，这里面不是只有屋顶的资讯，还有所谓办公室的资讯，还有我们这一些厨房的资讯、疫苗室的资讯，以及还有我们多功能室里边很多长者都在室内的时候，它室内的环境5C O2 的浓度跟户外，那这2个数据是可以被比较。那在我们户外的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个即时的一个跑马灯，可以把所有的资讯露出。这里面包含我们的2氧化硫，还有臭氧，还以及我们重要的大气压力，还有温度、湿度，还有我们 PM2.5等等的这些数据，都会显示在这我们目前的屏幕之上。那当然，我们借过我们的 cell phone 或是我们的 PC 或是我们的这些互动型萤幕，我们可以观察这些资料。那当然，我们在室内的话，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每一层楼、每一个环境里边的即时资料。原因只有一件事：当我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资料我应该知道，而且这个资料也应该借由我们的云端系统做全面的健康守护，由我们的系统来做一定的关卡的一个控管。那这个控管的原因只有一次，因为健康是唯一的标准。3、2、1，来讨论时间到。好，来暂停。来，现在请这一队发言人来，我们往前站，然后再去做往前。好，来，我们这队发言人，我们在这边。好，发言人这边。好。来，发言人来，可以来。好，来。好，我们先给我们各队发言人掌声鼓励一下。好，但得请简单。发言人，如果我们这一队察觉到他这边讲的出来的时阵，后援部队，赶紧下一个名字传上去。我们一队就4秒钟时间。好，现在还好，现在人都很多。规则1，讲过不能讲。2，我临时说不能讲的种类就不能讲。3，只有4秒钟可以反应。OK， 好，预备。好，音乐帮我小声一点就可以。好，预备。好，我就从这一队开始了。好，预备，1、2、3，请说。番茄。好，来，预
苹果可以，来，请说。葡萄，红色。哦，好，来，请说。红萝卜有。柿子有。樱桃，好，来。3、2，草莓有。红萝卜有，来。辣椒，好，来。草莓讲过。3。好，虾子，好，来。不贵，来。我们先给自己一个朋友们掌声。来，所以今天透过活动就可以让大家有趣。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在刚才过程当中，你看一下我们小队服，哇，几乎每个人都怎么样离开椅子，然后呢做什么事情？包围了那个抢答手附近，然后除了抢答手很紧张，刚才担任抢答手的，你有没有发现抢答手都特别紧张？有时候抢答手的，然后一片空白。捷运便利商店好像没有去过，捷运好像没搭过，对不对？这时候我告诉你旁边的同学就很重要，好，你的团队就很重要。因为看到旁边有人去滑一下手机，那个前面，然后就照过来，我，然后那在旁边讲有一条线我很熟，每个人做捷运也许不一样，但是你很熟就互相支援一下。对，团队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好，我们服务一个 team 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来，准备哦。再一次。还有，甩出去。拿起来。再一次。接触过这么多大小朋友呢，我发现呢，他们这一群这个退休的大哥大姐们其实学习的能力都非常的高。那对于这个新的事物呢，他们接触能力、接触的那个程度的那个喜好程度也非常的好。那所以呢，这2节课大概6个小时下来，大家都可以学到一些基本的概念，然后以及这个初阶的一些造型都没有问题，甚至有些难度也慢慢有在了解当中，所以他们对于往后他们要做社区服务呢都没有问题，所以跟小朋友相比起来，退休的老人更对气球有一种莫名的执着这样子那也希望他们可以在退休之后呢学到新的技能这样子可以就是怎么说，在往后的服务当中可以用到这里面这样子。那这2节课6个小时上下来呢，大家感都非常的好，给大家一个赞，这样继续加油。后面2颗。对折，然后把它整个转起来，就是这样。它的头尾，我不要理这个3号球，3颗的头尾合在一起，像一个三角形一样，然后把它扭在一起。变成这样。隔壁的帮你把这个上面3组转在一起，可以从隔壁的帮忙。然后把上面3个一起转，对。再做一遍，这样做。大概这么大我要注意这个圈要怎么做？这个圈待会我们要把这个石头塞进来，然后不会松为原则。所以如果太大可能会松这个动作可能。整个活动的设计主要还是以生活永续当目标。那生活永续我们要谈的就是，我其实设定是在那个厨余规定上，就生厨余现在是所有政府单位跟一些就是城市管理阶层的人，现在是一个蛮伤脑筋的问题。因为生殖厨余它70%是水，那现在它没有办法焚烧，那掩埋现在又没有掩埋场，那掩埋又会产生甲烷。那这个样子怎么办？那生殖厨余又是从生活上来，也是几乎是从每个家庭上来。那如果说要做到源头检验，除了焚烧、燃烧，就是焚烧与掩埋都不可行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帮市民找到一个可行可以解决的方式。蚯蚓这个生物体，它的排泄物刚好可以变成植物的肥料。那所以我们用活水梯的工法，变成一个水耕的蔬菜种植系统。那为什么要用水耕？第一个就是虫害少。
然后又不用那么辛苦的，就是可以减轻屋顶的重量，然后它的照顾很好维护哦，就是你们刚才看的，它基本上就是一栋，不敢说全自动，但几乎已经达到90%的自动。比如说一栋大楼，或是2栋大楼，或是4栋大楼的一个封闭型社区，你在这封闭型社区里面设的蚯蚓系统，那它厨余归零了。那归零完之后，他们只要把那个蚯蚓易肥抽起来，就是马达在抽嘛。那我们旁边设一个水龙头，它就把它用保特瓶一装回去，就是易肥。但实际上可以解决到生厨余的量的话，对于城市的生态就可以做到家庭的自主、社区的环保、生态城市的环境的建制完成，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按压就可以了。按压完之后，手尽量接近根的部位，啊，这样轻轻一拿就起来了。好，来，每一个人先做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就是植物从血盘移出来到定植篮，这个动作要很轻柔，要慢，要很温柔。哎，拿出你们最好的女性的温柔跟母爱。你甲饲囝同款吼，即摆上重要。伊即摆6岁啊，啊6岁要互伊当大人，你即摆来这个动作做不好，伊就无法度啊哈。11点10分以后，我们就在楼上集合。啊，你们还有一些还没有种完，其他的就帮忙一下哈。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要把这边都弄完之后，楼上的量应该才会够。这个黑色盘子哈，把黑色盘子你们等下拿着之后，拿在手上直接种也很快哈。那你们现在手上你们种的大部分都是莴苣类哈，上面有红色的，那个叫做红飞莴苣。基本上这些菜都适合生吃，啊，清洗完之后生吃。有这个齿状的，啊，旁边这边有齿状的，就像鹿角，所以这个叫做鹿角莴苣。啊，你们这边种的是鹿角莴苣，然后现在前面这边的那个是大莴苣，哦，是奶油莴苣。楼上总共有800个种植孔，900多个。来家啃进来，来家啃。来哟。好，来。我认为它的价值不是在金钱，而是在人们生活的改变跟环境的永续。如果从采购上面就可以减量，那第一个先做采购的减量，好，再来下锅呢，假没完卖下锅，好，真的不行，真的是就起来家起头问，好，这有人在放生，我们这边奉养哈。那很简单哈，厨余怎么放？这一套厨余怎么放呢？那厨余就放完了。有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没有，只有这个东西要带走。这个屋顶除了你们带来的没有这个叫做人工生产的垃圾袋以外，这个屋顶不会再产生其他的垃圾。这个屋顶绝对可以做到零废气、零污染。好，来第一个，因为厨余丢下去之后，我们靠什么分解？靠水。咱是安怎黄昏被菜较俗，就是伊压水，所以菜袂坑的，就是烂去。同样的，咱就即摆这菜咱就摕来压水。水压落了后，顶头这沿大碗吃会去袂？吃袂去，因为它太硬。但是如果这一层之后，我们上面如果又放一层，它下面的是会烂得比较快。对。所以蚯蚓其实是吃最下面那一层的。那它一边往下吃，上面的是不是一直下线？是。就这样一直堆积，对不对？所以你一直往上丢，它一直往下线，不是只有吃而已，而是它水解。分解完之后，你看哈，旁边这里是不是？因为我们这里不放啊，就是要让你们看下层，这里就是那个发泡炼石，
发泡炼石就是用泥巴去烧出来的石头，但是你们拿起来它很轻，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缝隙，里面就要养益生菌。为什么要养益生菌？就像我们肠胃道里面养乐多菌一样啊。益生菌就是让这些东西，有些东西进入到微生物之后，用微生物再让它再分解。啊，蚯蚓有肠胃道的，它蚯蚓肠胃道有酵素，当然微生物又分解，所以这套系统是有2个系统在那边在运作。哦，不是只有一套系统啊。那这个水这样一直滴流，旁边这个椰签就是你们带回去的那个椰签哈，就是椰子壳那个。旁边这个椰签要做什么？第一个保湿这个环境的湿度，因为蚯蚓需要60%到70%湿度。还有夏天因为有湿度，所以蚯蚓不会太热；冬天因为有这一层，所以蚯蚓不会太冷。啊，这个就是蚯蚓会繁殖的地方。蚯蚓大部分不会在这里繁殖。好，它会在外围繁殖。然后完了之后，你们看这旁边这个黑篮子，来，为什么要黑篮子上面已经有孔了，对不对？对。那为什么还要再开槽？因为它会钻，就从那个开槽地方钻进去。就是要让它进出。就是入门。那有再长出来的话，再从这个洞跑进去。那什么时候成功了呢？你们这一套系统以后来家翻开，有发现那种很细很小的蚯蚓，就代表就是这套系统它已经开始在繁殖了。蚯蚓这会繁殖，就是代表这个系统，这个蚯蚓的家已经适合它生存下来，它才会产卵。做这个系统实在不好，大家做的手忙脚乱，但是都做的很有成就感。好，这就是我的成品之一。上节课就希望我们有个很愉悦的心情，让我们想到，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手也是巧的，所以可以做出一些很多动物，所以这个心情还蛮兴奋。然后有那个成品就觉得很不错，对，而且老师教的这个课程也很活泼，很开心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已经有很好的收获，可以让我们手脚并用，不会老人痴呆。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气球，这个做气球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能够认识很多朋友，而且这个气球的造型非常多的变化，本来做动物做花、做造型、做火箭，而且这个气球是小朋友最喜欢的。那今天能够在这边学习，让我觉得很开心。手脚都做这个灵活的运用，而且在那边就是以后将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学校跟小朋友一些互动，跟老人家一些互动，我觉得活动非常好，谢谢。我第一天拿回去的时候，我就赶快把它放在冰箱，以后就赶快把它冰箱2天以后，我就把它弄到那个就把它盖起来。第3天我发现它已经长苗了，第4天我发现它长得好大1个晚上以后，我们知道它不是长1寸它长好几寸因为很高的一个树苗，而且非常好，也非常快乐。很好玩，就是说我们会从种子开始，就慢慢培育它到它成长。那这个过程中呢，是以前我们很少碰到的。那现在呢，就是可以我们亲自去尝试的，说把这些植物把它养大它成长到可以采摘的时候呢，那是一种很好的那种成长，而且很欢喜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的。谢谢。因为我婆婆在云林斗南也有种菜，她采用也是用厨余做有机的种菜。可是我每次看她都吃种的菜很开心，所以我没有想到我们台北市都市也可以做这样的种菜的活动，所以我就来参与。然后可是我以为是很辛苦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我们的讲师他可以让我们种菜变得非常简单。一点都不辛苦然后也很快就可以采收了。我最喜欢做菜的，继续来介绍我们的墨西哥香港做给我孙子。针对社区里民在做这个活动很好，他说利用简单的一些科技器具，然后叫我们做方便的菜，老师教的非常好，对我们这些老人家